亚欧自驾的第34天，我们离开了莫斯科，出发前往圣彼得堡，也该给我们的小车进行出国后的第一次保养。哇，东宫哎！现在走东宫边上开过涅瓦河，这以前就他们出海口。You have arrived. Thank you for using 2GIS. 来圣彼得堡的要干一件大事。对，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汽车做一下保养。对，我们就看看在国外 4S 店保养国产车是什么样。这边我们已经预约好了，按照我们那个汽车保养手册上，这次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小保养，换一下机油机滤那些，跟国内比较像，可以去它的官网进行一下预约。也就是填一下你的汽车的型号、发动机型号这些信息，然后他会给你出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然后他这边是有官方的 4S 店，这出来也1万来公里了5000多了。对，然后刚好也想找 4S 店给做一下的全面的一个检查，看看别有啥问题。因为马上我们就要穿那无人区了，对，要进北极圈了。对，所以这次还是虽然贵了点，还是想找官方 4S 店来修一下。他这边默认的应该是会电话沟通具体的预约时间，然后我们当时留言就说是不懂俄语，留了个邮箱，然后他们回复也比较快，基本上就是当天晚上提交的申请工单，第二天早晨就给回邮件了。因为而且我们的那个型号他这边没有发售，他这边最新款的还是就我们上一代，然后所以也跟他确认了这个事情。他那边说是没问题。正好因为他这儿开跟我们一个牌子车比较多，所以 4S 店也不少，然后选就在涅瓦河边上，这样的话把车搁到那儿，咱们就可以过河顺便去溜一圈。对。Thank you。我说我们那个去市区玩，然后可能会晚一点，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说没关系，就然后问他几点下班，他就说是9点钟下班。咱们顺着这条路，往下走，前方看见那个金色的那个了？那是哪儿？一个教堂。那个是兔子岛。然后老要塞吗？对，然后据说它为啥叫兔子岛？有兔子。一个说上面有很多兔子，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彼得大帝当时登岛的时候，有只被那个洪水惊吓的一个兔子跑到他的脚上了，反正就是这2个传说。那就叫兔子岛。对，当时是等于是在彼得大帝的期间修筑的一个要塞，主要是为了跟瑞典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他当时就是修这个兔子岛，主要是考虑的就是欧洲，像那个荷兰、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当时不大航海时代，人家出海不掠夺了好多财富吗？他也想出海。对，一开始彼得大帝他是想去夺那个黑海。当时还往欧洲各国派去了各种使团去游说，因为俄罗斯这边不一直是说自己是继承了拜占庭东正教的正统，然后他就想再组织一次十字军东征，反正这个行动最后也失败了嘛，大家不跟他去，对，大家都不感兴趣。后来他在出访的过程中，他那使团反正就反馈发现，欧洲各国对当时的那个瑞典崛起的瑞典很不满，然后他就顺势转而就要跟瑞典来争夺这个叫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但后来不通过那个陆路战争，他这个兔子岛这个要塞其实最后就没有发挥作用，没用了。然后这个要塞后来不就变成一个监狱了吗？对，他这个监狱上当时还关过什么高尔基，包括是吗？对，为什么高尔基怎么关的？反正就是关过名人的。来转一下，转东宫，然后芬兰，对吧？跟后来就虽然这个要塞就是没有发挥作用，但最后是彼得大帝以这个要塞为起点，建设了整个圣彼得堡。对，也是哈，这是圣彼得堡初期。他不想更西化，
进行跟欧洲贴得更近，想跟欧洲做贸易。彼得大帝就迁都这边，迁都圣彼得堡，然后迁都的时候，这边就是按彼得大帝的那个意思整体修建的。当时是整体修建，然后建筑风格又特别统一。它现在不都已经被誉为是全球最美城市之一吗？现在就在瓦西里大街 City Walk 一下。东宫出来之后，沿着那个涅瓦大街走，对，走不了几个路口就到了这个塔山大教堂。它这个还比较有特色，都是罗马柱。对，有一圈罗马柱，说是有94根。对，就是跟别的长得不一样。然后它大门也是一个巨大的青铜的门。要不是看它上面有那十字架，就不知道，以为是什么博物馆或者什么国会厅什么的，长得就不太一样。它这个好像是免费进，好像有个免费进。这个你看没有门票。这里头就传统的东正教的样子，排队祷告呢。这是有啥说法吗？你看，这是工作人员。队伍现在排更长了。那边有个门能出。现在到圣彼得堡的地谢大教堂了，然后它跟叶卡的那个地谢大教堂不一样，这个是亚历山大2世，就是好像说是炸弹袭击，好像就被遇刺身亡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被遇刺。对，就这个地方，然后他儿子为了那个纪念他，盖了这个教堂，盖了他，然后他这个风格就跟那个红场那就很像，就是洋葱头、童话堡，彩色的顶。对。但它这个没被苏联给清掉哈。对，它就好像说当时就是一开始是什么停尸间啊，后来就是当仓库用了，放土豆啥的，然后就因为它是有用途，对，然后就就保留下来了。然后它里头内饰的话，据说是最大的一个马赛克的墙面装饰，对，就是以那个出名的。但今天周3进不去。大家看得到吗？看到。这是个什么事？这都是大俄语，是不是看到了？这正好有个银行，咱进去取点钱呢。对，待会还得付保养费呢，然后回头往北边去，也说不定都得付现金。那还得多取点。对，多取点。回来取车了。比国内稍微贵一点，大概折合差不多得2000人民币，贵1倍呢，1倍都不止，不止。对，国内几百块钱就完事。国内便宜。不给洗车啊？老哥，我把你车给开出来，怕咱俩找不着，沟通比较费劲，还是你开的最显眼的。哎呀。